都是华为车，问界和智界，一个华为和赛力斯的解禁，一个是华为和奇瑞的解禁。你们是不是很好奇啊？到底谁的底盘做得更好一些呢？哎，正好，智界 S7我们买了26.98万的后驱长续航智驾版，问界 M7我们也买了28.98万的智驾后驱 Max 5座版本。虽然一台是 SUV， 一台是轿车，但他们用的呢都是自家的底盘，所以不影响咱们接下来的底盘对比。那话不多说，马上开测。先说底盘的平整度和护板覆盖面积，大家自己看啊。智界 S7呢，整个底盘是完全被护板覆盖住了，两个词形容：一丝不漏，一马平川。不仅仅是看起来美观啊，最重要是整流降噪的效果非常好，评分优秀。问界 M7的底盘平整度是 OK 的，但护板面积呢相对较少，只有前部机舱下方有护板覆盖没有覆盖到的地方呢，像两侧边梁啊有防腐涂层，但覆盖面呢同样是不高的，表现中规中矩，没有惊喜呢，也不至于特别的拉胯，因此在这一块呢给到中等评价。拆开护板后呢，重点对比两台车的悬挂和电池防护方面。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于总口中说花了好几个亿打造的底盘和奇瑞打造的底盘，到底谁更好一些呢？可以弹幕走一波。先说前悬啊，问界 M7用的还是传统的麦弗逊悬挂，虽然于总说是增强型的，但从结构上来看呢，还是传统的麦弗逊。下摆臂呢是双层冲压件，只有仰角是铝合金的，其他都是铸铁件。前副车架呢是全框式的，还挺粗壮的。那智界这边啊，前悬用的就是改进升级后的双叉臂结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它的上下 A 臂全部都结耦成两个连杆了，以双球节的形式连接。这个设计和德系的豪华品牌比较像啊。为什么这么做呢？结耦之后，你前悬可调的参数啊、角度啊就更多。说白了，就是为了操控。那另外呢，前悬基本上用的都是铝合金的材质了，前面还有比较粗壮的防倾杆。所以看到这里就能知道，奇瑞就是想把智界 S7做得更有操控、更有驾驶性一些。那再来对比后悬挂，问界 M7的后悬挂相比老款是有明显改进的，现在也是多连杆的形式，但是做了一些特殊的设计，比如它的下摆臂呢是一体式铸铝 HB 的形状，而且呢这个和沃尔沃是比较相似的，它的异形仰角和弹簧底座是集成在一块了，也是铸铝的。那好处就是集成度确实更高一些，减少了零部件，也能降低簧下质量。但缺点呢也很明显，万一磕坏了，那就得整体更换，成本更高一些了。就从这台两驱车型来看的话，悬挂结构上，相比这个价位的国产新能源，只能算是中等水准吧。另外我要吐槽的一点，问界不应该在底盘上去搞区别对待啊。四驱版的车型后副车架就是一体式铸铝的，两驱版就是铸铁的。这个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四驱的机械结构的原因吗？反正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，我买两驱智驾的价格比四驱的普通版车型更贵一些，但我的底盘用料却不如它，这个我不太能接受。那再来看智界 S7啊，后悬挂就是标准的5连杆的结构，3根连杆是铸铁件，2根是铝合金的。后副车架呢都是一体式铸铝的，没有高低配区分。另外说几个细节点啊，智界 S7的一体式铸铝后副车架的设计很巧妙啊，就除了有打孔透气之外呢，它的电机是被包覆在副车架上方的。好处就是你再怎么磕底盘，都不会磕到电机，而且电机上方、下方全都有隔音棉去覆盖了，用来隔音降噪。问界 M7这边呢，后电机几乎是在裸奔的，没有任何的防护，也没有隔音棉。如果发生脱底的话，后电机被磕到的可能性是大大增加了。那最后呢，说两台车的电池防护方面啊，首先电池位置，智界 S7呢纯电平台的优势凸显出来了，电池包和底盘做到了纯平，没有任何突出。而问界 M7呢，电池包突出就比较明显了，要低于底盘的侧边梁，所以一旦发生脱底或者低位置的碰撞的话，那侧边梁是没法保护到电池包的。所以从电池防护上来看呢，智界 S7也要做得更好一些。到这里的话，两台车的底盘结构、用料以及电池防护这些方面呢，大家都看得比较清楚了。总体来说，问界 M7的底盘表现算不上特别优秀，但也不至于呢特别拉胯。但确实还有不少需要优化的地方，比如电机保护啊、两驱、四驱车型的底盘区别对待问题啊等等。那实际驾驶体验上呢，问界 M7明显是要偏舒适的，但底盘的整体性不够强，尤其是过烂路的时候，松散的感觉多一些。高级感呢有一说一，不如理想，也不如智界。所以希望问界 M7在底盘的调教上面还能继续优化。
而智界 S7呢，底盘方面确实表现得更加优秀一些，尤其是底盘结构上的一些巧妙设计，比如后副热架对电机的保护啊，再比如隔音啊，更高级的双叉臂啊，等等方面嘛，开起来的感觉呢，操控很棒，整体性很强，是一台有操控也有高级感的车。OK， 那关于问界和智界的底盘剖析呢，咱们就到此结束了。我是刘康，咱们下期再见。